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it ha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这天要从阿马菲海岸前往拿坡里了。我们启用了 Adecard Campania 3 Days Pass， 这张票是直接在线上购票，用 App 操作开通。Campania 3 Day Pass 包含拿坡里和坎帕尼亚地区的2个景点免费入场。等一下，另一半要扛这个行李爬上去，这上面非常牢记。直接到 Station。我是买了 Companion 的3天券，应该是可以包含transportation以及3日的区域交通，像是拿坡里的地铁、缆车、环维苏威铁路、区间火车等等，都是无限次搭乘，每张卡41欧元，还蛮划算。刚刚可爱的小弟直接开门让我们进来。使用的方式是用 App 注册开通后扫 QR code， 不过好笑的是这个 App 不太好用，每次打开都要重新登录。除此之外，进出车站的 QR code 扫描永远没成功过。站务人员也习惯了，直接开小门让我们进去。从苏联多 Sorrento 出发，再次搭上环维苏威铁路区间车，绕着维苏威火山来到拿坡里了。拿坡里真的是很混乱又热闹。我们现在要去搭地铁 Line 1到但丁站。抵达拿坡里车站，我们再搭地铁 Line 1。我们要搭到但丁站。有没有发现这个地铁砖出现在地铁站？穿内裤就出门的意大利佬，我觉得好像很凉很时尚。对，但丁站的装置艺术，鞋子卡在墙上。但丁站一出来就是这个广场。从 Garibaldi 站来到但丁站，走到我们住宿的公寓才3分钟。我们住在最热闹的 Toledo 街道上，拿坡里真的是非常有生活感，充满了热闹的气息。这个地点也非常好，之后都用步行的方式可到拿坡里市中心的各景点。现在走在这个 Toledo 大街上面，刚刚放好行李了。我们现在呢想要去找披萨吃。刚刚啊，那个民宿的小姐就说：“哇，今天好热好热哦。”然后我们就问说：“只有今天热？”她说：“没有，整个夏天都很湿很热。”哦，对，好像真的很热。还没有认真要查到要吃什么，但是看到有2、3间，就是好像是就是拿坡里披萨的发源地的那种披萨店。就是拿坡里，反正就是可能是一个比较乱的城市。但是呢，其实我们来几分钟之后呢，发现就是观光客也很多，很热闹。那是有点脏，但是我觉得也还好。这里好多书店哦，然后书都摆在外面来了，好有温馨风味哦，好像很多二手书，2欧的。拿坡里啊，是披萨的发源地嘛，最有名的就是 Margherita。Margherita 基本上是1889年的时候，意大利的皇后 Margherita 来拜访拿坡里的时候啊，拿坡里厨师呢就为他设计了意大利国旗的3种颜色的披萨。有哪3种？红色就是番茄，白色就是 Mozzarella cheese， 绿色就是 Basil 罗勒叶。那这3种颜色所组成的披萨，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 Margherita。那反正后来呢，1889年之后呢，这种披萨就很受到欢迎，就开始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第一站就直奔 Via del Tribunali，
前往老城里有名的披萨店 Gino e Toto Sobilo。 这是一家在地人爱、观光客趋之若鹜，据说也是披萨职人心目中的经典。米其林指南甚至说他们是把拿坡里披萨推向世界的使者。看看这个价格多么的令人雀跃，你知道阿马贝那边多夸张吗？都是20块起跳的一个披萨，这才是正常的Margarita 一个6.5块。哇，这个地板这么美，披萨有这么多页。点了招牌的 Margarita Gino Sobilo， 披萨外圈扁皮蓬松带炭痕。来到这个 Sobilo 家族开的披萨店，已经传承了3代了。我点了一个 Margarita Gino Sobilo， 他们很有趣哦，菜单都是他们家族的人名。那这个 Gino Sobilo 呢，算是最经典的招牌。中心非常的薄又湿润，番茄酱的酸甜平衡与浓郁的 Mozzarella 交融，搭配罗勒和橄榄油，完美。正宗的拿坡里披萨这么薄，薄薄一片啊，难怪大家一人吃一个。但是我们第一次先吃一个就好。这座城市带着混乱与嘈杂，非常真实、毫不做作的生活感。我们一下就很喜欢拿坡里这种乱乱脏脏又很自在的感觉。当然，我们也将包包和手机抓得牢牢的，永远要谨慎面对治安不佳的传闻。紧接着，我们来开箱我们在拿坡里市区的住宿。我们住宿拿坡里非常热闹的街区 Toledo 街区，而且找到这个街区上面的一个旧公寓。这个房间这么的华丽耶，有这个好文艺复兴时代的壁画就在床头，也太 huge 了吧！我们要在这儿住3晚，这栋建筑可能已经有数百年历史。房间非常的宽敞，传统的意大利的这个门，这个门扉都高到一个不行。它这个玻璃双层玻璃，晚上应该不会吵。旁边是这个小巷哎，实在是太有味道了。浴室也很深，这个花瓷砖真美。走出门就是最热闹的市区轴线，很棒的闹中取静之所在。下午4点，我们来到意大利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拿坡里国家考古博物馆。这里收藏了大量从庞贝与赫库兰尼姆出土的珍贵文物，可以好好地在前往庞贝古城前，先认识古罗马生活。一踏入展厅，最让人屏息的是那些色彩依然鲜明的壁画与马赛克拼贴，细致到令人难以置信。秘密房间就是在2楼左翼的最深处哦。秘密房间哦，一定要来看。而最神秘的角落，则是馆内那个曾一度对外封闭的秘密房间。这里收藏了庞贝出土的性爱艺术作品，直白古老，却也真实呈现2000年前的欲望与幽默感。这个超美的。地板好像很珍贵，要穿法很污血。
个不容错过的是法尔内塞系列的大理石雕像，那些来自古罗马浴场的巨型雕像，体现了人类对美与力量的追求。想到这一切曾经被火山灰掩埋2000年，如今竟能如此完整重现，实在令人赞叹。晚餐不能再吃披萨了，改吃意大利面。在意大利通常就是披萨和意大利面轮流吃。来到一间十足家常小馆的小店，橄榄油竟然是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好可爱啊！这样就等于跟番茄酱差不多哦。另一半依然坚持他的经典新鲜番茄 spaghetti， 面条总是能够饱满地沾上酱汁，它真的不腻。就是离我很近的超市，看起来很棒。这天的行程是此番旅行中重点中的重点——庞贝古城。我们从拿坡里 Garibaldi 车站再次搭乘环维苏威区间列车，约半小时到达 Pompei Scavi Villa dei Misteri 站。要先在车站这边上厕所，1欧元。虽然我们有 Campania 3 Days Pass， 但还是要在庞贝入口售票口换取实体门票哦。庞贝是一座西元前6世纪建立的罗马城市，位于维苏威火山山脚下。西元7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将整座城市瞬间掩埋在火山灰之中。居民的日常、建筑、壁画，甚至当时的一餐，仿佛按下暂停键，原封不动地保存了2000年。这场灾难也意外成为后世研究古罗马生活的最珍贵时光胶囊。
先来看看如何逛庞贝古城。我们从 Villa de Mystery 进入庞贝古城，首先会来到市民广场和很多神庙的区域，再往前走会来到市民的生活中心，浴场、妓院都在这儿。北边是很多豪宅的区域，一直往古城的东边走会经过商店街和民宅，最后会来到圆形竞技场。受难者遗骸我们去了这4个点。庞贝古城很大，等等的影片中会发现我们一下往东一下往西，不见得按照地图走，那是因为我们迷路了，又或者突然发现什么点没看到又往回走。我们总共在庞贝古城逛了6个半小时，还是有一些地方没去到，但我想这地图应该算是达成了7、8成了吧。这就是一户一户人家。走进古城，首先来到古罗马城市最重要的政治与宗教广场 Forum 世纪广场，这儿曾是公民集会、祭仪、政治辩论的核心所在。它本来好像有3条长廊，可以看到这个是石柱。Basilica 法庭柱廊记录着市政、交易与法律，残存的遗迹可见昔日的辉煌。对啊，在这个古老的法庭里，也曾经有奴隶申诉啊、商人争议与契约签署的地方，所以在火山爆发之前，也都曾经很热闹的在这边举行着。这也是 Forum 大广场，就是当时市民都在这边讨论政经中心啊。考古现场。这是什么？马赛克地砖啊，它有一部分留在这里，它就把它挖回去，放在考古博物馆里面。就可以踩着这个。对，然后这个石头，这个嗯，对。完整的都插回去。还有以前的那个 fresco， 红色的啊，出水槽，然后这个是出水的，还有那么漂亮的花的纹路。走在庞贝古城的石板路上，我们来到了城市中最古老也最完整的公共浴场——斯坦比尔浴场。早在西元前2世纪，罗马人就将加热的工程技术应用于他们最重视的浴场中。罗马的公共浴池啊，罗马人其实每天都很爱洗澡，每天都洗澡，而且浴池就是一个交流中心。罗马浴场除了洗浴功能，也是当时市民日常的社交空间。抬头是精致的圆拱浮雕天花板，一圈圈像涟漪般扩散的花纹，仿佛真气尚未散去。墙面上残存的红色是壁画，依稀可见神话与装饰图样。那鲜明的庞贝红，好像时间从未远去。你要吃吗？这是炸 pasta， 嗯哼。好好笑哦。罗马最典型的罗马卖热食。对啊。这个卖面的、啊，卖真小这个是八方鱼。小剧场。走进小剧场，那是一座用来表演诗歌与音乐的场地。阶梯型座位曾经坐满了上流人士，是比较给上层阶级使用的包厢式的那种小剧场。这里是剧场4回廊，是看戏剧的人在这边等候的一个空间。后来变成角斗式的训练跟住宿的设施。小剧场的不远处还有角斗式训练场，四周环绕着整齐的廊柱，2000年后的现在还耸立着。大剧场应该就是在这个的前方。这个是大剧场，那现在应该真的有表演在这边举行。那个尸体在什么地方？那个一样的。架起来那些
可能就是持续在考古吧。这个地真的是让大家走路困难重重，典型的罗马路，很大块的石头，然后有一些部分还高起来，就是假如淹水的时候就可以走那个高的那个石阶。这谁家啊？柱子这么多。AP 底。可是他们这以前的屋子，应该是奴隶的家。这好像很小，有一些很豪宅，然后有一些小小的。这是藏。上去啊？上去是什么？So fire on. 哦，所以这个是哦。来到妓院了，来到妓院了，上面还很多的 fresco 湿壁画。Prostitutes were not only ladies, but even men. But clients could be only men. So they can choose between ladies and men. 然后下面很多小房间呢，哈。 Very open mind. So open mind. 全区最有钱。这里又是一个罗马浴池哦，罗马人很喜欢泡汤啊。It's no, it's另外一个罗马汤池哦，哇，这个泡汤好棒哦，哦。对啊。 2000年的马赛克地这边是健身房，这边就是他说外面是健身房，这边是 making friend 的地方。来到庞贝，最令人好奇的就是那些遭遇火山浩劫的遇难者遗骸。逛着逛着，我们发现了清楚标示这些遗骸所在地的导览指标，于是就先来到了 Marseille 市场遗迹的展示区。西元79年的火山爆发，造成大量死亡，其中最致命的是那股高温火山碎屑流以及快速度席卷整座城市，使人们在瞬间因热休克死亡，人体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庞贝这座城市在火山灰下掩埋了1000余年，在1748年时被发现挖掘，但早期的开挖多半只是为了寻宝。1863年，考古学家朱塞佩·费奥雷利发明了一种灌注石膏的方法，可以将这些自然形成的空腔定格为一个个立体的人体模具。当时的人们在那一瞬间，他们的姿势、表情都被凝固在时间之中。哦，这可以装水，太棒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庞贝古城最宏伟的私人宅邸——法翁之家，建于西元前2世纪。这里不只是一般的住宅，更是权力与艺术的象征。庭院中的跳舞法翁雕像与地上的亚历山大马赛克，至今仍被视为罗马艺术的高峰。这就是我们昨天在考古博物馆看到的一些壁画，或者是那个石雕，有没有？就是从这边来的。有点中国风。就是比较红色哈，本来都马赛克对，然后还有一些湿壁画。哇，这个好美哦，这没抠走。我说放这里算了。很爱马赛克。这栋宅邸的格局与装饰，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古罗马贵族的日常与品味。壁画都被拿走。没有，这被拿走。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古罗马马赛克艺术的巅峰之作——亚历山大马赛克，现在真迹正在拿坡里国家考古博物馆修复中。这幅地面的马赛克作品原本就位于法翁之家，描绘亚历山大帝在伊苏斯战役中追击波斯国王大流士3世的场面，使用超过150万片的小石块，精准描绘出战马飞奔、君王惊恐的神情，展现超凡的工艺水准。前面有一个因火山而保存的高级巨宅。哇，好，它这个是用石头雕的，应该不是水泥做出来对，的。这边是信义区高级巨宅。维蒂之家是保存极为完整的豪宅，入口处有一幅以生殖神为主题的壁画，象征富贵、欣欣向荣。可能是昨天在考古博物馆展示。模型。庞贝的壁画装饰风格刚开始是仿大理石墙面，缘起希腊，接着墙壁开始描绘成花园景观或幻想建筑的全景，再出现3个横向与纵向区块。在维蒂之家就可以见到庞贝红的壁画，充满各种装饰元素与描绘风景静物的小型画作。除了红色，还有一间黑色宴会厅。黑色底的壁画中有一幅阿基里斯在史凯罗斯岛被发现的场景。维蒂之家的主人是奴隶转为自由人的身份，由葡萄酒贸易致富。房屋的富丽装修再展现财富与地位。突然觉得肚子好饿哦。梅南德之家，这是一个政治贵族的居所。这是伊西斯神庙，供奉埃及女神伊西斯，表示当时罗马人对于埃及宗教的崇拜。中央浴场哎，好多浴场。我住的那边有一个类似那一种怎么讲，古代的那种罗马浴场。这是史蒂芬努斯的洗衣厂，据说里面还有保存着一些沉淀啊、挤压啊、清洗的一些器具哦。有趣的是，他们以前还知道用尿，人的尿，也就是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里面有阿莫尼亚，可以用它来清除污垢。那不是越洗越臭吗？怎么会这样？这个马赛克那有2选，真的假的？对啊，而且它没有2选。
豪宅前面就会有喷水池。咦，我们刚刚有经过啊？没有，在这里。可以走上，可以走进去耶。庞贝古城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之一——圆形竞技场，建于西元前70年，比罗马的竞技场还早了100年。竞技场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几乎等同于整座庞贝城的总人口，可见是当时多么重要的娱乐中心。逃难者之源是庞贝非常震撼的考古现场。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13位试图逃命的居民倒在这片葡萄园中。19世纪透过灌注石膏的技术，保留了2000年前瞬间死亡时呈现出的不同姿态，有的拥抱在一起，有的趴倒在地。现场极具震撼力，也充满了历史情感。19世纪考古学家朱塞佩·费奥雷利的这种灌注石膏的方法，虽保存了瞬间画面，在当时却也引发了争议，因为石膏模具中含有骨骼碎片，模具可能经过创意修复或改造，导致早期对模型里的人物年龄、性别、身份的解读出现偏差。近年来，透过 DNA 分析以及多种科学方法，学界才逐步揭露过去许多解读的错误，重新还原这些受难者的真实面貌。这边旁边就有人家了哈。对啊。希望他不要碰到人。哦，还好。庞贝城墓道街西北侧是较晚期挖掘的区域，都是靠近诺切拉门，所以猜测是逃往城门途中的居民。1956年起发现了4具遗体。这尊体格壮硕，结合了死亡的姿态，它被称为拳击手。阿波罗神庙。
seconds. That's reason why I'm going to say contracted position. 1874, 1873. Onwards going and onwards. 6个铜钱哦，银钱。对啊，可能要很烂的。对啊，对啊，很难挤得上去，死定了。真的，听说他们很难吧？哦，太棒的位置喽！ 8分钟走路。这样说是不是需要吸？这个景实在太棒了。你的看起来好好吃哦，但是你这个卖相不是很好。对啊。差不多吧。